这怎么办呀？他离开公司了都不肯说，那些仍然留在公司工作的就更不会说了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我自己，当初碰到这事儿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反抗？没有哪个女孩碰到这种事儿会从容镇定的。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自己的错，有的人会误以为老板真的对自己有好感，对老板产生幻想。但更多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，比如像我。看到我自己，就知道他们有多艰难。秋华，要不弄完郭玉这个案子，咱们就直接去告老韩，毕竟你手里有充足的证据。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有证据怕什么？杀敌1000，自损100的代价我都付不起。我的资本太薄了。因此，这事儿就交给我自己处理吧。反正我不会放过他的。行，但你记住，你身边有我呢。还有谁这种事情没法挨个去问？哦，对了，还有2个人可以去试一试，一个叫陈静好，他以前也是杨伟达的秘书，现在还在公司里，只是换了岗位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他在公司里好像有个特权，想上班就上，不想上就不上。我记得有一次他1个星期没来上班，财务当旷工扣了他的工资，他回来就大闹，财务就去找领导哭诉，结果没想到杨总把财务骂了一顿。还有一个姓夏叫夏玲玲，她原来是我们公司长得最漂亮的人。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已经到公司了。他的事情是什么事情？那个时候我刚来公司不久，杨总要出差，公司本来是派我去的，结果杨伟达点名要带他去。我记得夏玲玲当时很高兴，觉得能陪领导出差是学习的机会。可是他出差回来过后就病了，之后就离开了公司。他离开公司过后，杨伟达给了他一笔补偿金，具体多少我不知道。公司里当时风言风语的，大家都说给夏琳琳的补偿金数目可观，还说杨伟达带夏琳琳出差期间肯定是发生了些什么。肯定是被他骚扰了。哼，这个老色狼一个都不肯放过，算他倒霉碰上咱仨。那个，咱们要不然分头行动吧。秋华，你去找那个陈静好，然后我去查查这杨伟达公司近几年的这个辞职人员名单。夏叔，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。什么任务啊？你去找找那夏琳琳。夏琳琳，她不是辞职了吗？我上哪儿找她去啊？要不就说是艰巨的，你可以先问问郭玉啊。然后看看郭玉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。如果找不着的话，你就动用自己的关系呗，查查户籍档案。然后呢？然后找着户籍，应该也就能找人了吧？然后呢？不是，就找人了，怎么还然后啊？我找着他人，我问他什么？怎么问呢？那夏叔啊，你摘奶嘴了吗？婉转的问啊。你婉转，你懂什么意思吧？婉转我懂，怎么婉转的问？哎呀，陈小姐吗？陈小姐您好。你谁呀？还有2个，
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公司里，我怕他们有顾虑。有一回听到他们在嘀咕什么，一边哭一边说“老流氓”之类的词。这个事情我知道。我帮他，谁来帮我呀？不是，真的，您的证言对我很重要。后来我受了骚扰之后，就猜出来，他们说的可能是杨伟达。但这件事儿，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过。你先进去上班吧。你刚才说的那两个名字是梁艳萍和刘静。我再说一遍，你所说的这些事儿在我身上都没有发生过。您赶紧离开吧，不然我们真的报警。啊，别报警，我走。我现在真的一点都不想面对他，我一点都不想面对。您好，你好，给我们开一下门禁可以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公司上班期间呢不会隔。哦，我们是律师，来你公司是谈事儿来的。真是对不起，我们收到指示，公司上班期间呢一律是万人不许进。那等会儿吧，这也快中午了，总有人出来吃饭。二位，为了赚钱很辛苦嘛。啊，对了，闲杂人等呢，控制一下，不要让他们随便进去。啊。明白了吧？咱们走吧。他这一来，就算等到那俩女孩，也不会有结果的。走吧，走。咱们得做好准备了。银行的案子有他也难打。怕他？有什么可难打的呀？不就是栋房子吗？大不了我不要，全当给他买棺材板了。你笑什么呀？我都快气疯了。打仗的最高境界呢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瓦解敌人的阵营于无形。仗打赢了，咱们连根手指头都没动过。陈律师什么意思？我打听完了，那两个小丫头呢，代理了董达成的专利案。杨总，董达成您认识吧？董达成认识。我们公司还是他们公司产品的主要代理商，我还是他们公司的股东。明白了，这下全好办了。谢谢陈律师。小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到现在也没找到愿意出来指证的人，是吧？我们还在努力。放弃吧。为什么？你们也清楚，如果只有郭玉一个人起诉的话，就他目前的证据结果并不乐观。到时候杨伟达反过来告他侵犯名誉去，你们说，最受伤的是谁？还有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们代理专利案的董先生的公司，今天来人了。他们公司和杨伟达的公司业务往来非常的密切。如果杨伟达在性骚扰方面受到指控的话，那对他们公司影响是很大的。所以董先生呢，希望我们放弃。如果不放弃，就要重新考虑对我们的委托了。你们接的这个专利案，是你们出来单干接的最挣钱的一个案子，对吧？所里商量了一下，就这个专利案来说，虽然案值不是很大，但是董先生的公司后续的业务量很可观，每年给所里带来的收入有近100万，而且非常的稳定。你们将来有了这个案子，收入也会稳定下来的。如果你们坚持要打这个毫无胜算、没有收入的案子，而放弃这个，值吗？方律，关于这件事儿，我们还需要再商量一下，行吗？所里已经决定了，你们就商量商量，看看怎么执行吧，好吧？
郭玉，你来了。我是来交律师费的，总共就1万块钱。不着急，我给你打了咖啡，还有红茶，你想喝哪个？喝红茶吧，红茶暖胃。谢谢罗律师。罗律师，你看我这钱交到哪儿啊？郭玉，我们有一个情况，必须要告诉你。什么？你给的那个名单，我们都逐一去找了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指证杨伟达。这我知道，女孩子遇上这种事儿也是够倒霉的。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，10有8九名誉受损的都是女孩，世道就这么不公。可是，如果没有其他人愿意一起出来指证杨伟达性骚扰，那这个官司风险是很大的。我做好准备了，打不赢就打不赢。你不可能做好准备，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到最后结果有多严重。我们指控杨伟达性骚扰，官司打到法院，法院出调解书还好，对吧？要是判决了会怎么写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杨伟达有过性骚扰的行为。有了这样一份判决书，他就可以拿着这个作为证据，反诉你侵犯名誉权。你诉他性骚扰没有证据，可他诉你侵犯名誉权确实有了证据。最后的结果就是，你非但可能败诉，而且别人会说，你是在用身体碰瓷，敲诈杨伟达的钱财。你有做过这样的思想准备吗？郭宇，我作为你的律师，要为你的最高利益着想。关于这件事儿，我和邱律师都很痛苦，也很不甘心。但是，我们把能做的都努力做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对你的建议就是，放弃。肯定得输，对吧？肯定得输，就一个人指认，而且还没有证据。我们得为当事人负责，对吧？必须得负责任，咱们得把当事人的最高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如果知道打这个官司，当事人会受到极大的伤害，我们有义务提醒和阻止他。别想了，已经这样了。你是在为当事人考虑？当然。好吧，我承认是和这个专利案有点关系。但是秋华，咱们俩现在经济压力也很大，对吧？对啊。那个专利案是唯一能让咱们生存的案子了。对。不想了，郭宇已经接受放弃了，不想。辉宇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是我在停车场碰了他，把他带过来的。来，桂玉，你坐吧，坐。秋华、英子，我找到证人了。谁啊？夏玲玲啊，我通过关系查到了她的户籍，她现在人在戒毒所。哦，杨伟达呀是把夏玲玲害惨了，你看，成什么样子了？就因为碰到这么条色狼，多好一个姑娘，一生就毁了。如果我们不制止她，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女孩受害呢。怎么啦？
还不明白吗？我们有证人了。可是他现在在戒毒所里。是啊，那怎么了？他是被杨伟达害了，所以才破罐子破摔西上毒的。当然，这个事情我们都相信是这样的，但是在法庭上，一个吸毒人员的证言，又有多少人会相信呢？那反正他也快从戒毒所出来了，等他出来，我们再让他出庭作证。到了法庭上，他的品格会受到对方的攻击，他的证言会因为他是吸毒人员而大打折扣。不是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郭玉刚才已经决定了，我们还是坚持打劳动仲裁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让他放弃了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我们是他的律师，要把他的最高权益放在第一位，为他考虑。你还要再看看这个照片吗？你再看看。你要看看吗？你们就甘心打劳动仲裁，让杨伟达逍遥法外是吗？郭宇，你看看，你不能放弃啊！夏叔，你专业一点行吗？你是律师，郭玉是我们当事人，你不能刺激他。如果我们不打这个官司，还会有多少女孩受害？你们知道吗？骆律师，我还是要打，哪怕我最后败了，哪怕最后他反过来告我、诽谤我，我也要打。郭玉坚决要打性骚扰，就算输掉他也要打。方律，面对这样的照片，我们无法拒绝。您曾经跟我们说，希望所里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法治理想。这件事不做，我们心里总是过不去。你们3个都下定决心了？下了。这样，你们先去找证据，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您要怎么处理？总会有两全其美的办法的。你们就不要管了，交给我吧。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下，如果你们要打这个案子，现在这个证人是不可以的。你们要继续寻找其他的证人，如果找不到，别怪所里不允许你们接啊。知道了。哎，先续续命再说吧，喝点东西去。你们喝什么呀？咖啡、茶，还有苏打水。我喝苏打水。好。夏叔，你喝什么呀？咖啡吧。行，我也喝咖啡。你说现在怎么办啊？能找的都找了。我其实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你快说。我觉得咱们应该广撒网，去调查一下。伟达那个专门资助贫困女生的基金，到底资助过多少人？如果杨伟达如此之猖狂，那肯定那些大学生里面有很多都被他骚扰过，他们其中很有可能有不在伟达集团的，也许说话顾虑就少一些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个名单我负责来找。哟，长能耐了。你上哪儿找？他这个社团肯定是合法登记的，既然合法登记，网上就肯定有记录。再说了，他这种人做点好事儿，巴不得全天下都知道，肯定好找。夏叔，你是不是系统升级了？啊，秋华，这还是咱认识那夏叔吗？有点厉害啊！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，我去找了啊。哎，年轻就是好。王律师，王律师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好。王律师，虽然这个案子不好打，但是只要打赢了，对你们律所的声誉是有好处的。就算打不赢，你们律所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。我们之前的律师呢，也会协助你们组织证据材料，做庭审准备。最后成功的话，荣誉
全给你们。哎呀，太感谢方律师了。这个代理费有多少啊？说代理费真是不好意思，只有1万块钱，我们不要啊，全给你们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方律师。我其实就是想问问啊，你说这没多少钱，是吧？费时费力的，你们图什么呀？说实话，开始呢这个案子我是不想接的，但是我们所里那几位年轻的律师，他们的执着和正义，真是让我无路可退。霍先生，怎么样，方律师？如您所愿，我们把案子交出去了。啊。但是作为你们公司的法律顾问，我想善意的提醒您，杨伟达这个案子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您要有个心理准备。行吧。只要我们公司对他的公司有个说法就行了。我们该做的也都做了，是吧？这个老杨啊，也该治治他了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一共9个，你看看。你就是说，这基金会一共资助过40多个，他只见过9个。反了，只有9个没见过的，其余的都以慰问啊、探望啊、继续关怀等名义见过了。那现在继续和伟达集团有联系的有几个？这就是我想说的，剩下的30多个，除了2个还在伟大集团工作以外，其余的全都跟伟大集团没了联系。当时还有个记者想以此事写文章，大意就是说这些女学生忘恩负义什么的。当时杨伟达还压下来了，别人还夸他深明大义呢。哼，那是不想把事情搞大，30多个够咱们找。咱们现在去找吗？先别着急，不管咱们谁找到，告诉对方，这个案子将来就算是开庭，也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，不会公开审理。所有人的证言都会被严格保密，不会泄露出去。夏叔，你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喂，秋华。哦，好的。为了保住专利案，为了避免对你们那个案子形成干扰，我做这样的安排，你们看行吗？行，我们打这个案子不是为了钱，也不是为了名儿，这样安排挺好。毕竟董先生公司的案子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们想继续打这个案子的话，所里的意思呢，就是把专利案交给别人来做，这样就能确保专利案顺利的进行。当然了，前期工作都是你们做的，将来代理费也会分你们一部分，1/3。方律，我忙得过来。不是忙得过来忙不过来的问题，我和董先生聊完了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杨伟达是董先生公司的大股东。杨伟达的态度对董先生来说很重要。其实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把这2个案子呀彻底切割，这样就能确保专利案留在我们所里。追求正义很重要，挣钱也很重要。如果你们继续想打这个案子的话，拿1半，就1/3。追求正义是需要付出代价。那您打算把这案子给谁啊？这是董先生带过来的新证据。啊，陶律师，给您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哎，罗英子，现在都学会拍马屁了啊！没有。陶律，那就按方律说的，我们只拿1/3。但您让我们继续参与行吗？我们跟着您学习。年轻可真好。陶正，这么虚伪啊！
说到这杨伟达，我就觉得晦气。我是看到他一次啊，我现在恨不得打他一次。他愿意出具证言，证明他在上大学的时候，杨伟达借口让他到公司参观学习，把他堵在办公室里骚扰他。你有完没完啊？我说我什么都不想说，别打扰我的工作。来，你这边。阴巧的情节就更恶劣了，是杨伟达借口慰问到他家做客的时候，酒后在他家里的炕上猥亵过他。梁爱呢是在伟达集团实习期间呢，多次受到杨伟达的性骚扰，对他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，后来就患上了忧郁症。张敏和梁爱是一样的，也是患有抑郁症。我去接个水，他就碰我一下屁股。最晦气的是，我男朋友还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分手了。他呢曾在伟达集团任职，期间多次被杨伟达性骚扰。关键是，他手机上保留了所有杨伟达给他发的信息，这些信息足以证明杨伟达言辞性骚扰和行为性骚扰是真实存在的。你有什么需要我的时候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好嘞，谢谢您啊。加上郭玉，一共6个，我就不信法官会有什么心肠，6个女孩站出来指认，他会判杨伟达性骚扰子虚乌有。行，夏叔，以后谁再说你不给力啊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杨总，杨总，来了，哎，好，哎。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您要马上应对诉讼。什么诉讼？性骚扰。郭玉那丫头还真要打官司啊？嗯，她要打。所以呢，杨总，这样子，如果您继续委托我们代理的话，那我们就把协议先签了吧。而且作为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这个对话，我是需要录音的，可以吗？好。哎，稍等一下吧，还是先让杨总把这协议签了。没事儿，我知道你们2个是好朋友，但规矩就是规矩。杨总，如果您要是委托我们呢，麻烦您先在这2份协议上签字。好。收费这么高啊？没关系的，杨总，您可以找别人。那按照约定呢，您今天就得把30万打到我们律所的账户上。没问题。好，谢谢杨总。那我们继续。我最关心的问题，他们手上有你性骚扰的证据吗？郭玉手里吗？难道还有其他人啊？郭玉手上有我给他发的信息，可是那些信息你怎么理解都行。其他人，有些人手上可能有我发的信息。只要他们手上有这些信息的证据，你就危险了，很危险。不浪费时间了，来，咱们推演一下事情怎么往下发展。来，我建议我们先在网络上发言，这种事情只要说出来，广大吃瓜群众肯定会站在受害者这边。我们要占领舆论高地。我不赞成，披露事实势必就会披露证据，这对我们到时候上法庭会很不利的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会碰上哪位法官，当时那位法官对打舆论战会怎么想？能怎么想啊？一个女孩受到性骚扰，难道舆论会站在坏人那边？法官看到这些舆论肯定会同情她的。你以为舆论那么好操控吗？你现在手里有多少证据啊？到时候全社会都会盯着你手里的那点证据，你拿不出来，那舆论翻转分分钟的事儿。我们现在不还在找证据吗？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出新的证据了。薇薇，你觉得呢？我不想发到网上，我也不想成为舆论的焦点。这要是让家里知道了，邻居们肯定会指指点点的。如果你害怕左邻右舍的指指点点，我劝你先别打这个官司。就这个案子，早晚会被人知道，早晚会指指点点。其实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让我爸妈知道的越晚越好。夏叔，你陪郭玉待会儿，我跟邱华去说2句。
我觉得就现在这个问题，郭玉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主意。我个人比较倾向夏叔的观点。夏叔他懂什么呀？他做任何决定都是一腔热情，不合实际的。你先别着急，你听我说。就咱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案子当中，可提供的证据空间太少了，我们只能尽可能的调动一切资源跟杨伟大死拼。你不可否认的是，社会舆论它就是一种资源。关于女性权益的话题越来越热，就类似事件的舆论实践中，往往都是站在女性这一方的。我不敢保证，法庭的判决最后会受制于舆论的压力，但是肯为自己发声，给自己创造更有利的舆论环境，这总归是有好处的吧？我刚刚也说了我的看法，很可能我们抛出一个性骚扰的话题，一下就炸了，全社会都来关心郭玉。可接下来呢？我们有证据支持我们舆论造势吗？没有。舆论转向，你控制得了吗？可是我们现在证据实在是太少了，我们要依靠大量的证人证言。如果舆论真的起来的时候，那些本来不敢站出来的，可能就有信心站出来了呢，这不是对我们更有利吗？英子，你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你说的舆论是哪儿的舆论？是京北这样的大城市吗？这里的人素质更高，眼界更广阔，他们对待这种社会热点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讨论。你说的女性意识的觉醒，你知道在我和郭玉生活的那种小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吗？我跟你不同，我不会只想着帮郭玉打赢这场官司，我想的是万一这官司要是输了，郭玉在这个城市还能不能活下去？一个控告自己老板性骚扰的女秘书，没有出众的外表，没有高深的学历，也没有深厚的人际关系，哪个公司还要她？她就只能回老家了。但在他们老家又会有另外的一番舆论，他们会骂她不懂感恩、小题大做、恬不知耻，靠出卖色相来敲诈别人的钱财。他们不会有自己的思考的，他们只会看法院最终给郭玉的判决。当初我来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我发过誓，我就算混得再差，我也不想回老家。但我特怕有一天我真的混不下去了，我可能还是得回去。我不知道郭宇是不是也这么想的。明白了，听你的，走。他们会先披露这件事吗？如果我们不披露，他们会披露吗？不管他们走不走这一步，咱们先走。陈国良那个鬼，他什么事儿都做出来，肯定不会放过这一手。杨总，道德高地你得占领。这个郭玉呢，是因为伟达基金的资助，他才上的大学，这一点对你是非常有利的。而他穷他有理，这个是你反击他最有力的武器。如果他们率先打舆论战，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件事情成为舆论的焦点。但是呢，咱们都别忽略了，舆论反转是分分钟的事儿，所以这件事儿绝对不能从杨总您或者是伟达集团的嘴里公布出来。那我们要不说，谁替我们说？自然有人会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只是为了郭玉，也是为了其他受害者，更是为了那些准备为我们作证的人。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我们不是为原告，我们为的是其他人。其他可能为他作证的。如果舆论被杨伟大操弄，也许他们就退缩了。在过去的那些年，在过去的这些年里，我们伟达基金因为乐善好施、扶危济困，树立了非常好的社会形象。所有被他骚扰过的受害者，都表现得很隐忍。在这次事件当中，我们的策略就是无辜、大度，坚持社会责任。现在我们的策略，也是隐忍、坚持，以法律和事实说话，同时向受害者们承诺，
我们不会公布他们的个人信息。你好，谢谢。这就算是正式立案了吗？立案了，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杨总，传票，法院的传票，我收到传票了。郭玉那个娘们儿真把我给告法院了，而且法院已经做了公告，我现在连网上都有了。这不意料之中的事儿吗？而且咱们之前不是有对策了吗？这样你也别急，把您秘书找进来，我口述，他记录，咱发一份公告。有田儿。啊，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对，一切以法院公告为准。无可奉告啊，再见。哎，你好，良城律所。怎么办啊，秋华？我电话都快被打爆了，烦死了。你要先发可以关机。我是他的律师，对。啊，抱歉，无可奉告。喂，郭玉，你不用慌，这种事儿一定会变成社会热点的。我们只要坚持我们的既定策略就行。郭玉女士确曾供职于伟达集团，后因工作能力未达到集团要求而被辞退。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后的补偿问题，直至郭玉女士起诉前，双方一直处于友好协商之中。本集团严正声明，杨伟达先生从来没有和郭玉女士有过工作以外的接触，亦无超出正常工作关系的言辞和举动。伟达集团理解郭玉女士劳动关系解除后的艰难，同时对郭玉女士的指控深表遗憾和震惊。本集团相信，法院一定会尊重和还原事实，还杨伟达先生公正和清白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就这样。那关于他收我们伟达基金资助的事不说。哎呦，梁先生，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？这话不能从您或者您集团的嘴里说出去，要说，让别人说。英子，快来看。啊，就这样，再见。啊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他们集团发声明，怎么不提郭玉受资助的事儿啊？正在看。事出反常必有妖呗。郭玉小姐，杨伟达性骚扰案可以谈谈吗？郭玉小姐，你了解MeToo运动吗？郭玉小姐，聊两句吧，我们都等了好久了。郭玉小姐，郭玉小姐，我是郭玉小姐的律师，她现在不方便回答你们的采访，有什么都以我们之后的声明为准。谢谢啊，不要拍了。我就不信你不回来。别担心了，我们刚刚不是跑走了吗？再说了，就算大家知道，也会支持你的，是不是？别担心了啊，没事儿。二位律师，稍等我一下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刚来的路上碰到记者了，幸好我们跑得快，不过不让发声也太委屈了。我就是怕事情让家里知道了怎么办呀？家里早晚会知道的。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二位律师，请进吧。这两位是天利所的张律师和王律师，这位就是郭玉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郭玉，那之后的工作可能会有分工了，我和罗律负责庭下的部分，张律和王律负责出庭的部分。今天还需要你配合二位律师再把证据过一遍啊。谢谢你们。外卖还没到，先吃这个店里。怎么样？评论上有动静了吗？都快成热搜第1了。还有很多那种民间的狗仔，埋伏在郭玉家附近，拍了好多视频。
刚才夏叔去接顾玉的时候也碰到狗仔了，幸亏之前嘱咐过他不能接受采访，要不然他又该说出什么受不了场的话，拿着别人的安危满足自己的正义感。嗨，那以后咱们就多叮嘱他几句就得了啊。你们快看，舆论全是支持我们的。看了。你看，都看了。怎么啦？舆论支持我们不好吗？记忆里许多事情用过去，过去。我们多有默契，失去的所有人里，最怀念自己。不痛不惧，用沉默来代替错过的我，没多说一句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天生会乐观的人群，总在夜深人静自语，永远相信明天的和结局是我的超能力。为一个劫翻山越岭，走很远才惊觉已过去。雨过天晴，怎么算公平？歇斯底里的事，离开不必非要证据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错过你也成为风景，没做好有什么要紧？若世界显得